几年不见，贺太太的气质真是越花越高贵了。贺太太呀，您啊就别嘲笑我了，在当年的晚宴上，多亏你帮忙，我才不需要和其他的太太们应酬。哪里，举手之劳。毕竟你们贺氏呀，也是天成天来的首富，生意遍布全国，家风低调，不爱社交，也是出了名的。那倒是。我倒是要谢谢你啊，要不是有您的引荐，我们贺氏啊也没办法发展的这么快。不过最近你们贺氏的继承人啊倒是挺高调的，找了一个名流圈子截肢的女朋友，说来呀还是我老熟人了。年轻人的事啊，你就不管。怎么不能管？我们家春儿可被那个盛家大小姐坑得够惨的啊！哎，哪能不是啊？那个盛婉容仗着家世显赫，又读过一点书，就骄纵刁蛮得很，不仅生机盛存，还到处招蜂引蝶呀。当时和我们家春儿分手的时候，这是闹得满城风雨啊，让我们贺家的股市还跌了不少。那可不行啊，但我又管不了你说的事。哎，你家儿子身份尊贵呀，后世又是百亿财团，可在这方面得注意点啊。你要是不管，等后老太太回来呀，我得去提醒她一下。提醒我什么？盛婉柔，你怎么在这？早就听我们家老太太说啊，在外街是一个乖巧温柔的女孩，原来呀就是你。是啊，软柔这孩子啊，和我们家缘分确实很深。你们认识？郑太太，我觉得婉柔挺好的，跟你说的一点都不太像啊。张姨说什么了吗？你张姨说你啊，乖巧伶俐，讨男孩子喜欢啊。没有我刚收到消息说公司那边还有点事，我要去公司一趟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个死丫头怎么变了个人设？之前随意打骂她都不会还击，现在越来越出柜了，不见毁了盛世，还跟浩家搭上了关系，命真好，不像那个林诗诗，整天只知道纠缠春儿。原剧情里，江南就是听了林诗诗煽风点火，才对我不满，继而虐待我。现在却轮到他出现在霍太太身边煽风点火，可真是风水轮流转了。霍家并没有在意他，看来我已经慢慢脱离剧情了。丫头，别发呆，跟奶奶来，奶奶有话要跟你说。阿生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苦了些。唉，人人啊都以为阿生啊是尊贵的霍氏的唯一继承人，其实啊是他父亲早1年从外面带回来的霍家的私生子。什么？阿生的母亲呢？原来是江北私立医院的护士，在护理他父亲的时候啊，两人相爱了，怀了阿生。但是啊，他的母亲啊体弱，就把阿生接回了霍家。原来他还有这样的一段经历，他父亲啊膝下无子，然后呢，阿生接回家之后啊，也是我们霍家唯一的嫡亲系的血脉。他的父亲呢，又要求极其的严格，导致阿生啊这种性子。倒是跟我同病相怜。唉，上天怜惜吧。他那个继母啊去世了，父亲呢又娶了个新人，他可能受不了这种混乱的家庭吧。真没想到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霍男生也有这样的过去。小的时候啊，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，说他是孤独终老的命，可是没想到遇见了你，这是他的福气。看来算命也逃不过剧情崩坏的威力啊，让他碰上我这个天选之子。如今呢，我也管不了他了，他呢也无心打理霍氏集团，便是要那些旁支兄弟代为打理的百亿集团。他当了个悠闲的小律师。丫头，这个金镯你拿着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，这是我对孙媳妇的认可的标记哦。你要是不拿着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啊！你为什么总爱来这里？小时候总被父亲打，总喜欢离家出走，到这边来吹吹风。真没想到你还有那样的过去。我也没想到会摊成这样的家庭，可能是我倒霉吧。但我到现在就没办法心甘情愿地认霍泽天做父亲，直到我现在还记得
我妈临死之前凝满着她的名字。你奶奶对你很好，看得出来她很希望你回去继承霍氏。她是我留在霍家的唯一理由，可是我根本不想继承什么霍氏。如果我对那些钱和权力感兴趣的话，小时候都不知道死多少遍。我们也算同病相怜，都是兜里没钱的少爷小姐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们在一起试试吧。你是因为我是霍氏继承人的身份才跟我在一起的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觉得我除了这个身份以外，实在没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地方。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你是霍氏继承人。我不答应，毕竟表白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来做。于是，你真的和他谈恋爱了，居然还发朋友圈官宣。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跟他在一块，那麻烦肯定少不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以前这么关心我啊？哎，那我以前也不知道你会跟孙婉柔这样声名远扬的对象在一块啊。说实话，她虽然长得漂亮，她家世又好，但是风评差呀。就她跟那个贺琛那是。哎，你真的跟他谈恋爱啊？毕竟他分手那些。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又不是他的家庭，也不是他的过去。哎，可是没有什么可是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阿恒，我不也是私生子吗？你为什么愿意跟我当朋友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没什么不一样的。我认识宋婉柔，她聪明伶俐，绝不受人半点欺负，这就我喜欢她的地方。至于以前的事错在贺琛，那为什么要算在她头上？可你真的打算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不可能跟豪门脱离关系。你这么多年处心积虑想要摆脱，那根本就不可能，功亏一篑呀。他最重要。如果我的身份对于他来说是一把保护的武器，那我心甘情愿。恋爱中的男人真可爱，只希望。宋婉柔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哪招惹你了？你明知道贺琛是个窝囊的妈宝男，你以前为什么不提醒我？林诗诗，你有病吧？你可真把我给气笑了。你别忘了，贺琛是你处心积虑抢过去的。都是因为你，大学的时候你一直说贺琛对你有多好，我才喜欢上他的。都是你害我现在在张兰家受尽委屈，自作孽活受罪，凭什么到我这来泄气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！我现在丢了工作，琛哥也不理我，张兰还是羞辱我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你再这样，我只能叫保安了。宋婉柔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勾引男人，霍少肯定会和你分手的。霍少？你说霍男生？对，你凭什么高攀霍少？经过你跟贺琛分手的事情，霍少对你不可能是认真的。醒醒吧，霍少跟你玩完就会把你踢掉的。这么说起来，你确实是我跟男生的媒人呢。你什么意思？第一次，你在西餐厅偷拍我跟男生的照片发给媒体，才让我跟贺琛成功分手，他也不再纠缠我。第二次，你在贺琛在西餐厅为难我，才让我跟他感情升温。你可不就是我的媒人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林诗诗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想看我跟贺琛分开后过得有多堕落？可惜，也就是你间接成就了我的爱情。宋婉柔，你不是说我是你最好的姐妹吗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最好的姐妹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，你就向大家打听我的身世，知道我是宋家大小姐就刻意讨好。后来发现我并不受宋家的重视，就开始对我忽冷忽热。而且你还不止一次在我朋友圈子里说我坏话，背刺我，导致我被孤立。我想，要不是我男朋友是贺琛，你早就跟我绝交了吧？这还敢说把我当好姐妹？你可真让我觉得心疼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实际上你不过就是一个小丑。是，我妒忌你。凭什么你可以拥有好看的脸蛋、优渥的家世，还有琛哥那样好的男朋友，而我却只能做你的陪衬？宋婉柔，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这种虐剧女主的生活？演剧前的威力实在太大了，每天都被不同的女配找茬，真的很崩溃。宋婉柔，你就是个小三，不离经。你说什么？昨晚
我可已经告诉我男生哥哥有女朋友了。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可是男生哥哥的未婚妻。什么？原来宋大小姐还有抢别人未婚夫的爱好呢。霍男生一直没跟我提过这事儿，而且霍老太太更是认准了我。霍家怎么可能跟你家婚约？你不用编这样的谎来骗我。这是真的。虽然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，父亲告诉我，从小我们家就跟霍家交好，这是上一辈定下的婚约。即便有口头上的约定，也有信物。所以，即使男生哥哥再怎么喜欢你，也不可能不守信啊！我还以为宋大小姐有多清高呢，原来还有抢别人男人这种癖好啊！段婉柔，你这个订过婚又被退婚的狐狸精，凭什么觉得自己有本事能捷足先登？识相的就赶紧离开男生哥哥！这些话你让他亲口来告诉我，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男生哥哥，他打我！我知道哥哥和婉柔姐在一起了，所以我找婉柔姐聊会天。没想到他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他就打了我。是他先打我的。别撒谎，他可以作证，就是他动的手。你相信他吗？我只是生气你没好好保护自己。男生哥哥，你怎么可以偏帮着他？那不如调监控看看。我亲眼所见是你先动的手，而且就算是婉柔动的手，我也无条件帮着他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！那只不过是霍泽天定下的，我连他这个疤都不认，你觉得我会认你这个未婚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成为别人的棋子，而且奶奶也很喜欢婉柔，已经认定了她就是霍家的媳妇，而你无权过问这些。看在李恒的面子上，这次我不跟你计较。若是还有下次，我不介意让李氏破产。今天收到消息，贺氏集团出现突发状况。最近在学校也有听说，好像是贺生的投资出现了点问题。现在贺氏集团急需一大笔钱进行周转。而且呢，贺家呀，最近发起了豪门聚会，我怀疑这是一场鸿门宴。这么大的事，要是光靠他们自身的实力，估计贺氏集团不到半年就撑不下去喽。婉柔，你怎么看？姐姐现在搭上霍家，怎么还会管贺家的死活呢？接下来不是要死要活的求爸给贺氏注资了，这下我看你怎么回宋氏。孟月，瞎说什么呢？你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呢。你们两个双簧唱的可真好，我说帮也不是，不帮也不是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刚刚是来问婉柔话呢，你插什么嘴？怎么会这样？帮不帮贺氏都是以公司利益为先考虑，不应该加入私人感情。我认为如果帮了贺氏能够为公司获得收益，那就帮，否则就不帮。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大将风范了。原剧情里，贺家遇到这种事的时候，还是我哀劝父亲，贺琛才渡过难关的。如今宁诗诗才是贺琛的正牌女友，怕是有好戏了。谢谢王先生来参加我母亲生日宴。贺少不是一向看不起我们王家吗？怎么这次还邀请我们来？开什么玩笑，我们贺家一向很敬重你们。不知道上次我们说的合作计划，王氏最近项目众多啊，你们组织这事啊，董事会还要考虑一段时间。哎，那沈老板，贺少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你们4大家族的事情，我这种小老板怎么能插得上手？分明就是拜高踩低，不想帮忙就别耍这一套。沈老板可是霍氏霍老太太的娘家，这些年啊，得到霍氏的帮助，发展的是一直都很不错啊。
哪及我们贺少店肤浅啊！我的好妹妹，现在只有你能帮贺氏了。宋氏的投资现在是静之看着，我也没有什么话语权。再加上宋婉柔那个死丫头又进了公司，唉，我更没有地方插手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贺氏继承人居然出现了，贺氏好大的面子啊！对呀，连我这个表叔也没有见过他出席家宴啊。霍先生，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？是你母亲邀请霍氏继承人出席，那他携朕出席。哇，这比上次宋婉柔订婚宴劲爆多了！没想到还有续集啊！可不是啊，连霍氏集团这种超级豪门的继承人，他都能拿下。霍宋联姻啊，恐怕是要称霸江城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2个：第一，参加张女士的生日宴；第二，我要让江城的人都知道，宋婉柔是我女朋友。我不会让你霍先生这次前来，应该是想要谈谈明年贺氏续约的事情吧？什么？霍氏还打算去跟贺家合作？我们与霍氏渊源极深，在这儿还是要先感谢霍先生您的帮助了。果然还是跟剧情里一样爱撒泼耍无赖。男生并没有开口说些什么。蓝阿姨，你不要先斩后奏啊！即使你是霍先生的女朋友，但我相信霍家生意上的事情与你无关。是与我无关，可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贺氏亏空多年，如今投资失败，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们也知道贺氏没救了，还想将风险转交给霍氏吗？几个月年前，婉柔竟然能这么准确地分析出声音上的对比。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母点旧情。婉柔，你不能这样，在生意上，霍先生自然有自己的判定标准。我们作为女人，不应该插手的。只要我愿意继承霍氏，她就是霍氏未来的女主人，为什么不能插手？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霍氏将永远终止与贺氏的合作。不，你母亲绝不允许！首先，她并不是我的母亲；其次，她也影响不了我的决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敢欺负我的女人，贺氏必死。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是在这辆车上。什么？不是相亲吗？是你跟贺琛在路边吵架那一次。这么早的事？我最开始了解你的故事的时候，还以为你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软柿子，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生猛，不仅骂了何琛，还再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要包养我。那都是一时情起了。如今你已经真正蜕变成能够分清势均力弊的豪门妓女了，那么生动，那么吸引人。可我并不觉得开心，我还没能让父亲看清楚白美和的真面目。我和弟弟的关系也是这么不冷不热。就算每次反击白美和和白梦月，虽然很爽，可惜也让我觉得心很累。唉，可是我很讨厌这种生活。可你也进步了不少了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我会想念以前傻傻的自己，看谁都是美好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把林诗诗当做最好的姐妹，可是我在她心目中只不过就是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，而我一直把她当成知心人的贺琛，也就很轻易的就能背叛我。你怎么了？我不喜欢你提他的名字。哦，你不喜欢听我提他呀？我男生吃起出来还挺可爱的。你会不会怪我终止与贺氏的合作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做这么绝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你的样子，还那么高兴，我就想替你报仇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什么？我当然不会怪你啊，我反而觉得你在别人面前很高冷，在我面前倒是很可爱。从前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是被爱，于是无底线的为贺琛付出，直到遇见你，是你让我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在意着。男生，你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。你是在玩火？
可我也是认真的呀。那我就让你更幸福一些。婉柔，嫁给我吧。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爱你，我想永远照顾你。我之所以逃跑，是为了了解原剧情会被强制修正的情况下，下意识恐婚。但实际上，在贺琛退婚以后，很多事情都会因为蝴蝶效应变得不一样了。原剧情的威力也越来越少。我不该钻牛角尖。既然都拒绝我的求婚，还约我出来做什么？对不起，昨晚突然逃跑是我不对。所以说你想好了吗？我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你，单纯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，所以我不想那么快结婚。你的意思是因为贺琛，人家要拒绝我的求婚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想那么快结婚。说到底，你是对这个贺琛念念不忘。你满脑子都是他，你自然不会相信我。但我根本就不是贺琛那样的人，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。那你明知道我有心理阴影，那你还一直逼着我接受你的求婚，那你就对我公平吗？那你到底想我怎样？我想你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关系，你到底是真正的爱我，还是只是把我当成救命稻草？你在这做什么？勾搭上了霍南生，却到处耀武扬威，现在报应来了吧？真没想到你卑鄙无耻就算了，还有偷听的习惯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。我告诉你，霍学长已经玩腻了你，你别再纠缠他了。你呀，只配跟贺琛那样的人在一起。霍学长，我跟霍学长认识的时间可比你长多了。之前他只是不知道我的心意，才会让你趁虚而入。现在，你猜如果我去跟他告白，他会选我，还是选你呀？我没兴趣知道这些，让开。宋婉柔，别以为你是嫡女就可以拥有一切。我妈早已经帮我铺好了路，就算你进了宋氏，也一样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宋氏会是我的，霍南生也会是我的，而你只会像原剧情那样。说够了吗？当然嘞，管杨。二姐，你隐藏的可真深啊！不是的，是他先挑衅我。你相信二姐，一直以来都是他。白梦月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你冤枉人家，讲点道理。听到了吗？放开吧，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。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姐，我们聊聊吧。好，进来吧。以前不觉得你会护着我啊。我只是帮你。帮理不帮亲，对吧？哎，看来我们这对姐妹真跟陌生人似的。没有，我小时候就想跟你玩，但是你一直不搭理我。我5岁就被白美和送去寄宿学校，被嘲笑是有爹没娘教的野孩子，再加上逢年过节回来，看着你们一家4口亲近的样子，我对你怎么爱得起来呢？不是姐，明明是小妈跟二姐，他们说是你不愿意回来的。白美和跟白梦月恨不得我这个唯一的继承人去死。小时候妈妈总是抱着我一整夜的哭，说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。后来怀了你，心情总算好些了，以为能用你留住爸的心。可是爸明明是在妈去世之后才认识小妈的呀。当然不是，而且妈还没来得及享福就难产去世了，爸就马上把白美和娶回来。为了保护你，不让我告诉你这些，爸听了白美和的挑衅，将我送走了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所以小时候的我恨你，觉得都是你造成的，再加上白美和恶意挑衅，我根本融入不了这个家。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白美和这对母女对不起我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才会被他们迷惑，如今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他们针对你陷害你，
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蠢，有多么的委屈。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。不好了，老爷出事了！当得到江城医院的消息，宋先生是突发脑梗，刚抢救过来，现在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情况很不乐观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老爷子下来生活都很健康的。医生，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吧？虽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期。由于考虑到宋先生有其他病史，脑梗后遗症可能会影响他今后的生活。我不要听这些废话，你告诉我要怎么办？个人建议你们还是有备无患，早点做好联系律师的准备吧。那就只能联系律师了。哎呀！怎么是你？男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先生常用的律师是我的前辈，因为有事要出国一趟，所以由我来代理宋先生的遗嘱问题。你非要和我这么生分吗？好，宋小姐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我们现什么关系？进来。霍学长，还记得我吗？之前听说学长和我姐姐在一起了，还觉得很惊讶呢。毕竟我姐姐的个性和风评都不太好，而霍学长是那么优秀的人。哼，据我所知，我刚毕业的时候你才上大二呢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，就听说过风云学长霍南生了，所以一直默默的暗恋着你。只是之前一直不知道你是霍家继承人，而我母亲最看重门当户对，才一直不让我跟你告白。这才深深错过这么多年，现在重逢，我实在抑制不住心里的感觉，所以想向你告白。霍学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啊，我不能接受你的喜欢，毕竟我只喜欢你姐姐一个人，算是你未来姐夫。他不是生我气了吗？宋婉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！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让我出丑。我只是刚好经过，你们继续聊。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学长我……哎，他恨的是我，跟你没关系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哼，那你自己小心。哼，哈哈，宋婉柔，你别太得意，今后有你好受的。根据原剧情，无论如何，你还是会嫁给贺琛，被他和林诗诗一起背叛，被张兰羞辱，还会流产。你今后一定会过得很悲惨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一部电视剧，你就是受尽折磨的女主角，而我是早已觉醒了的角色，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。哼，巧了，我也是觉醒者。你说什么？所以一直以来，你在我眼中不过就是一个小丑一般，被我一一破解。你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每次都无法得逞的真正原因了吧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重新开始还是斗不过你？觉醒者，真是不可置信，你就是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，觉醒后会有自我意识。没错，因此我之前退学订婚跟家里闹翻的事实际上不是我的本意，都是受剧情驱使做出来的。那刚才白梦玉所说嫁给贺琛，含冤受屈，流产，都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吗？不，那只是原剧情会发生的。自我觉醒之后，就不断和剧情抗争，现在很多事都已经不一样了。那我呢？我在你原剧本里扮演什么角色？
我也不知道，原剧情中你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后面我去相亲，选中你，爱上你，都是为了给现实生活加外来元素。如果你觉得我是处心积虑接近你、靠近你的话，不，我很开心。什么？很开心能被你选中，能作为帮你脱离苦海的那个人。更开心的是，你不是因为不爱才拒绝我的求婚。也许是因为梦里的经历太惨烈，所以下意识恐婚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再逼你了，我会等你自己想通。婉柔，我们一起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好吗？男生，我们和好吧。这1个月的亏损比上1年亏损的还要多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一个设计部的经理来管市场部做什么？宋氏是我家的产业。你爸在昏迷之前就已经告诉过我，宋氏站由我来保管，那也不是要你管的订单减少，股价下跌。婉阳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妈，你不要仗着自己在管公司就为非作歹，把我们宋氏集团搅得天翻地覆啊！婉阳，是不是你姐误会我了，在你面前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？与我姐无关，我早就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。好啊，我把你养得这么大，你居然联合你姐来对付我，哼！那么我也不装了，你们一个在宋氏干了没多久，一个还有几个月才成年，拿什么跟我斗啊？我就是要把晨曦留下来的这一切全部毁掉。给我告诉你，宋金枝只要一死，这一切都是落在我这个合法妻子的名上，我1毛钱都不会给你们得到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跟梦。爸，现在白美和已经陷入了风口，最近他正在将集团内部人员重新整理，相信很快宋氏就会面临更为危险的境地。这可怎么办呢，爸？这可是你跟妈的心血。婉柔，爸，你醒了。之前都怪爸不好，没有和你好好的沟通。爸，不是的，只要你能醒过来就行，别的都不重要。刚才听说你小妈要把集团给搞垮了，怎么回事？最近集团订单大幅度减少，每天股价都在下跌。可是您在昏迷之前就给了他掌管集团的权利，现在集团内部都是他的人，我跟婉阳也插不上手。你看我现在的身体也不易接管集团的事务，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小妈能力不足，不易接管。我现在就是有心把权力放给你们，董事会也不会同意。难道局长也知道这个白眉要把宋氏集团搞垮吗？或许静之情况怎么样了？这没有别人，别拿出你那副假惺惺的样子恶心我。宋婉柔，你斗不过我的，只要静之一直不醒来，整个宋氏都由我来掌管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下周就从设计部经理的位置滚下来，我会让孟月代替你。这个位置是我爸留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凭什么？就凭我现在管的整个宋氏。你根本管不好宋氏，你只不过是嫉妒我妈，你只不过是想毁掉她跟我爸共同的心血。这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毁掉这个集团，毁掉你们所有的一切。过分了，
我爸显然不会放过你的。还连你妈都保不住，还想保住宋氏，保住你跟你爹？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看见你发疯的样子，可真让我高兴呀！比当年你妈流产的样子更让我快乐。是你害死我妈！是你害死我妈！是你害死我妈！我杀了你！怎么的？比起做这大戏来整我呀？我妈的难产不是意外，是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谁让她一直在宋太太的位置不肯下来？我只不过是轻轻踢了她一把，在她的安胎药里添了一点点药而已。贱人，你也连着他们一起来整我是不是？你都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，没想到你如此的恶毒啊！你说我恶毒？我只不过是想得到你的爱，拿到一个名分而已。我要和你离婚。离婚？离婚好呀，那么我就要分走你一半的财产。白美和，你以为一切都能如你所愿吗？刚刚你所说的、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他录下来了，里面的内容足够你进监狱蹲一辈子了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要立遗嘱，我要让万阳和万柔继承我的财产，属于地念在夫妻以上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带上你的女儿，现在给我离开江城，从此不要离进江城半步，滚！赵使得好啊！哈哈，只是不敢相信还有意外收获，相信白美和不会对婉容造成危险了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你呀，真是慧眼识珠，居然能挖出宋婉柔这么个宝藏。如今宋静之卧病在床，宋婉言年纪还小，那未来5到10年嘛，宋氏集团必定由宋婉柔掌管，而你就更不用说了。霍氏继承人嘛，霍宋联姻，强强联合，称霸整个江城商界啊！到时候你俩吃肉，可别忘了给我李家喝口汤啊！可是我自始至终喜欢的都不是钱和权力，而是宋婉柔这个人。我还是很好奇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啊？可能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，他的灵动，他的仙骨，都让我一见钟情。唉，完了完了，霍氏继承人坠入爱河了。唉，喂，听见了吧？霍南生这人亲口承认的，不会再改了。你让李冉死了这条心吧，别再去招惹宋婉柔了。要是惹恼了霍南生，我们整个李家都得完。喂，看什么看呢？我虽然是李家人，但也是你的好兄弟。宋婉柔那个小贱人毁了我所有经营的一切。妈，那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白白将宋氏给还回去吧？你着急个什么劲啊？我能不着急吗？上次要不是你无意中暴露了我，我现在还能在宋氏捞点好处。这个死贱人，鬼点子真多！看，现在爸都已经不相信您了，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毁不了宋氏，毁了他的继承人也好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信我？松开！我们就让宋婉柔跟霍南生尝尝生不如死气。刚很好，你就这个态度去吧。好，宋小姐，我错了。那就原谅你吧，我现在可是在准备明天的约会呢。喂，婉柔，婉柔。是你们绑架了我！哼，你还不算太蠢。是爷害得我一无所有的。
这分明就是你坏事做尽的惩罚。当时不过是想要你将故意搞垮宋氏的事说出来，没想到你将害死我妈的事也说了出来。那个贱人该死，你这个小贱人更该死！凭什么你一个嫡女就处处碾压我女儿一头？你还害我失去了晋职！你怎么也在这？我怎么不能在这？这个志面清高的女人，竟然为了霍南生这个权贵拒绝我，当然是为了刮花你这个贱女人的脸了，好让我的兄弟尝尝你的滋味。你也是觉醒者又怎么样？我照样有方法让你过上比原剧情更凄惨的人生。不用，霍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不了。你终于来了。刚才跟我挂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我找人定位，才改了结果要求。贺师傅，你为什么也会在这里？是我霍家刚买的地皮，今天过来装报警系统，路上遇到了霍先生，便和他急忙赶来救你。我要让参与这件事的所有人，从此再给我叫声相师。至于你们几个，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，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。不然，走。温柔，有些话，我觉得今天不跟你说，就没机会跟你说了。其实，我一直都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无法抵抗林诗诗的诱惑，我也无法反抗我妈，好像冥冥之中总有一股力量在拉着我。现在我和林诗诗已经分手了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但是我离开了你，你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为何绚烂叫人触空？为何爱我正与我牢笼？为何等待？我这病啊，恐怕是好不了了。爸，又在瞎说些什么？别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。不过呢，我现在心态也放宽了，有你们俩陪着我享天年，我也高兴了，也知足了。以前啊，都是爸不对，现在啊，我就把宋氏集团交到你的手上，直到你弟弟长大，能独当一面为止。婉阳经过这件事情也变得沉稳了不少，我觉得过段时间可以让他回集团帮忙，一起处理集团公务。能看到你们姐弟俩和好如初，我就高兴了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浩氏搬到了天成发展，林诗诗也远走他乡，白美和母女以及王少东都捉进了监狱，我的人生也该重新开始了。原来我不过是那剧里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悲惨结局，被所谓的原剧情裹挟。如今一切终于都成功降临，那些事似乎真的只是一场幻梦，而我也男生，我偶尔会想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该怎么办？那你有答案了吧？
没有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的人生会寂寞许多。可不是嘛，在你脱离原剧情这件事，我应该算是你最好的战友。那我可以也永远留在你身边。本来依照我的性子，绝对不会被你拒绝婚后再的求婚。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我会一直留在你身边。婉柔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袁志群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，现在的我不再受他的影响，所以我不该因为被别人伤害过，就否定霍男生一直以来的付出。好，我愿意。终于等到了你，说一声我真的愿意，因为你是我生命中幸福的唯一。终于看到了你，披上了最美的嫁衣。我在上网游那天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见了未来会发生的一切，而在梦里，我是虐剧的女主角。浩森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婉柔，婉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听我解释。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婉柔，对不起，可今天是我跟琛哥认识的300天纪念日。林诗诗，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怎么可以跟贺什么勾搭在一起？婉柔，对不起，我是真心爱琛哥。贺生，你王八蛋！琛哥，我好害怕。林诗诗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？琛哥，他打我，打得我好痛痛哦。婉柔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爱琛哥了。贺生，那项链是我妈留给我的，你怎么敢给他？居然是这样，婉柔，我不知道，我在琛哥房间看见了，觉得喜欢，然后他就送我了。我以为是我买给你的。婉柔，你别生气，我还给你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林诗诗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哎呀，琛哥，谢谢你。婉柔，别闹。贺生，明明是他的错。婉柔，这不能怪诗诗，这一切都是我对你鬼迷心窍，跟林诗诗没有半点关系。不是的，是我，都怪我太爱琛哥了。从我第一眼看到琛哥开始，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他，是我勾引他的。贺生，我从小跟你青梅竹马，不顾家人反对，从国外退学回来嫁给你，你就这么作践我的吗？还有你林诗诗，这么多年我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，你现在对得起我吗？你王八蛋！你这个没规矩的疯女人，连老公都敢打！当初生了要去，我就不愿意。毕竟你诚心的女儿，有什么好东西啊？你不许说我妈！哼，你爹你妈一个贱样，装什么清高，装什么贵气，其实就是一个勾引男人的贱蹄子。你不要再说了！哼，你看人家诗诗多温柔多贤惠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像个泡芙一样，难怪我儿子呕心你。贺生，你恶心我！别在这犯贱了，你个死丫头，爹不疼的娘不爱的，疼的一个豪门嫡女的名头，在这装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是我贺家的人。婉柔，当初你爸就让你不要退学嫁贺生，你偏要一意孤行，落得这样的下场，都是你自己找的。你们也别怪姐姐，姐姐也只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。不过这倒贴上去还被逐出家门，也确实是有些丢脸。退学那会闹得满城风雨，害得我在同学面前多没面子。静之，现在婉柔被贺家赶回来了，你说咋整啊？你俩同意吧。婉柔，你别怪白姨，白姨也是为了你好。不要！
我绝不允许你肚子里的孩子再分多一份宋家的财产。当初让你妈把你弟生下来，就已经是让我最后悔的事了。姐姐，你也别怪我妈，我妈也是为了维护宋氏的尊严。毕竟你想回来，肚子里怎么能怀着贺家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。贺生，不要走！婉柔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不要离开我！婉柔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已经没有孩子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贺生，我们认识10多年了，在一起3年，没有你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要和我离婚。好。但是诗儿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？我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对不对？我想把诗儿接到家里住，这样也方便我和我妈照顾她。他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孩子这不是吗？婉柔，对不起。但是你别担心，我们以后在一起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的。这什么梦？这是梦吗？我就知道只做梦嘛，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阿生那么爱我，思思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他们怎么可能这样对我？唉，一定是最近太开心，让我精神恍惚了，缓缓就好，没事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小姐，好吗？最近我看你啊，为了跟贺少爷订婚的事儿啊，过度操劳，日夜睡不好。我特意给你煮了碗安神汤，来，少爷对你多好啊！今晚别忘记赴约哦。赴什么约？哎呀，小姐，您真是累坏了，这事你都能忘？贺少爷约您今晚在普莱西餐厅庆祝生日啊！普莱西餐厅，23岁生日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？居然不会真的封建林诗诗啊！怎么会？他们穿的竟然跟梦里一模一样。婉柔，哎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坐呀！诗诗，你怎么在这？哎呀，婉柔，你这好闺蜜啊，知道今天晚上我要给你庆祝生日，特地为你来的。婉柔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，有琛哥这么好的男朋友。是未婚夫，我们过2天准备订婚了。知道你幸福了，不过你有未婚夫了，你的追求者们可就要伤心了哦。就说上次那个吧，林诗诗，你觉得你说的话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哎呀，忘记琛哥也在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开个玩笑的。婉柔，诗儿说的都是谁？他胡说的你也信？那我说他要抢我老公，你信不信？几天不见，婉柔，你说话怎么不饶人呢？宋婉柔，你今天要干什么？一点都不淑女，又怎么能这么对待诗儿呢？你们慢慢聊吧，我走了。宋婉柔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我是不是无理取闹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诗儿是你的好闺蜜，我只是想和她搞好关系。是啊，你们这一整晚倒是叫的亲密啊！你不要胡说。贺生，你平常出去应酬多了，还能看不出来他什么意思？还能不知道我们约会的时候留他吃饭不合适？连我闺蜜你都要，你就这么下作吗？宋婉柔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这么任性，都不是平时一样啊！我是清醒的，看清楚了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陈哥，我怪我，是我带来麻烦了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婉柔姐解释的。都怪我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才给你们造成误会了。男生跟你没关系的。还是诗儿你善解人意。可是我出来太着急，我的鞋跟坏掉了，你方不方便送我回家呀？这不方便也没有关系的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没事，让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陈。哎，什么？我们高岭之花的霍律师也开始八卦了？刚才那个小姑娘倒是挺伶牙俐嘴的。小姑娘？哦，你说宋婉柔啊？人家的效率可比你高多了，马上就要跟贺琛订婚了，不像你20多年的老光棍。订婚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人家宋婉柔的名声在上流圈子都传开了，从小就学习成绩好，还被称为是天才高智商少女，连跳2级被国外名校破格录取读研。唉，可惜了，这眼看就要毕业了，那贺琛一说要娶她，立马退学回国。那现在准备订婚了，还因为这事跟家里人闹翻了，典型的恋爱脑啊！今天这么硬气，还真是少见啊。宋家的啊，没错，就是宋敬之的大女儿。你不知道也不奇怪，人人都知道，在江城，你们霍家那是高高在上，睥睨众生啊。而我们宋贺李王世家，那是真的头破血流，都是你们桌上残留的饼干渣嘛。后事和我没关系。哎，可是你就是霍氏唯一的继承人嘛，还会在我面前少说这种话。今天就当饭前的一个小插曲了。你说你好歹是个总裁，别老把心思花在这些八卦上。啊，豪门少爷嘛，哪个不招蜂引蝶的呢？哎，只是可惜了那宋婉柔喽。谁说不是呢？眼光真差。看来我的人生真的只是一部狗血电视剧。退学回国，跟家闹掰、庆生，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。而这些订婚、结婚、怀孕、被婆婆羞辱、贺琛出轨林诗诗、回家被白美和共牛抢汤，难道这些都是梦里未来会发生的事？那最近呢？最近会发生什么？6月5号，6月6号，对，就是明天。在梦里，我明天会在订婚宴上被那个女人当众羞辱，绝对不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改变。各位亲朋好友们，欢迎来参加我儿子贺琛和宋家长女宋婉柔的订婚宴。婉柔这孩子呢，从生儿认识她以来，我就不怎么喜欢，毕竟跟他妈陈曦一个样，从小就内向，还自命清高。大家说他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，但我还是觉得他不适合我儿子。可没办法，他从小就深爱着琛了。众所周知，他原本是在国外读研，一说我儿子有结婚的意向，马上就退学回国，要给我儿子订婚。家门不幸啊！要是我有这样的女儿，我死了算了。哎呦，这宋婉柔啊，太掉价了！真不明白，宋家这样的豪门能教出这么掉价、不懂事的女儿？可不是嘛！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未来婆婆要是这样对我说，我死了算了。既然是两个年轻人这么相爱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但宋婉柔实在是太任性、太骄纵，没有半点矜持。希望她嫁进我们贺家以后，要墨守家规，不要任性妄为，做出丢脸的事情。哼！等一下。
说够了吗？现在该宋婉柔，你怎么跟婆婆说话的？真没规矩！直到这一刻，我也没嫁进你们贺家，你说我哪门子婆婆啊？婉柔，你干什么？别闹！你妈造谣说我，你不帮我，还不让我为自己辩解吗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给我滚出去！今天你让我滚，我就偏不滚。恋爱以来，我的男朋友贺生表面上温文尔雅、年轻有为，实际上继妈宝又花心，不仅放纵自己母亲羞辱我，还在外面沾花惹草。不会吧？真相竟然是这个样子了！天哪，这男人啊，真不是东西。这宋大小姐啊，真可怜。霍生啊，看着光鲜亮丽的，没想到他居然陷了人。你别胡说八道！前几天哭着闹着说嫁给贺生的是他，现在在这闹的也是他，真是丢尽所下的脸。最后，我来聊一聊我这未来婆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这就受不了了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婉柔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长辈？我看错你了。只有值得尊敬的人才算长辈，而张兰不过是个贪财吃亏、恶毒刻薄的女。宋婉柔，你给我滚！各位亲朋好友们，不妨看看，比起我，他们三个统一战线的样子，更像是一家人吧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跟诗儿没什么。没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凌晨出去喝酒，没什么，你们半夜聊微信不能让我知道，她是我闺蜜啊，我订婚宴都没有邀请她，她这是不请自来了吗？现在还站在这里，一边搀扶着你妈，一边指责我，这简直啊，比电视里8点档都好看。唉，霍家小子只犯了天下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确实是啊，男人出去鬼混无所谓，懂得回家就好。哎呀，婉柔这个丫头太不懂事儿了，这大喜的日子在婚宴上闹，我们宋家的脸让大家丢光了。都被欺负到头上了，难道不应该反抗吗？是我不懂事儿，惹你生气了。这死丫头！婉柔，你可以冤枉我，但千万不要冤枉琛哥，我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。宋婉柔，我儿子要跟你分手。不，是我甩了你儿子。你要甩我？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是啊，贺生，我12岁认识你，16岁开始喜欢你，到20岁跟你在一起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在主动，我自始至终都是被你掌控的，我受够了这种给你当舔狗的生活。可是我也是真的爱你的呀。你的爱太廉价，我不需要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留住婉柔，绝不能让她离开我。宋婉柔，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出了一点小状况，我和婉柔的订婚宴将会延期举行。我贺琛一定会娶宋婉柔的。成了，她是个疯女人了，有什么可挽留的？生的不也挺好的吗？妈，你不懂，这婉柔比诗诗重要。宋婉柔，你这个贱人，霸占贺森的爱。要是以前我敢这么跟贺琛说话，他早就该跟我分手了。怎么现在态度大变了呢？人啊，只要我做出违反剧情主线的事，剧情就会被修正。所以，这就是贺琛即便并不爱我，还不肯分手，非要娶我的原因吗？难道我真的要嫁给贺琛，要过那种生不熟的生活？啊！成天的你来，要求什么好东西啊？不，绝对不行。虽然生日那天，贺琛跟林诗诗还是相识，可他们并没有像原剧情那样走的发展的这么快。而张兰还是在订婚宴那天送我，
可并没有像原剧情那样，还是被法打给他的。而他们在梦里也并没有出现，所以我跟鹤生的剧情不会被改变，但和关系不大的事情却发生了很大。或许将原剧情中没有出现过的人拉到我的生活里，我的人生轨迹。你好，我是来相亲的宋婉柔。宋婉柔，相亲？没错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临时有事来晚了。没事，迟到是女性的权利。好了，不废话了。我今年23岁，本科学历，目前无业，但家境尚好。我来相亲的目的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况你得洗衣做饭带孩子，还得好好伺候我爸妈。这网上教的什么呀？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好。我想向你提出一个冒昧的请求，希望您同意在我1个月给你5万块钱零花钱的情况下，和我谈恋爱试试。那可真是高薪厚职。而宋小姐，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律师，你这种行为涉嫌不道德交易。于是那一刻心动，我开始心动。哇，真好看啊！怎么，宋小姐，是不满意我的长相吗？没有，特别满意。我的意思是，您气质挺好的。以前以为鹤生长得够帅的，没想到相亲网站上的男人品质这么高，我以前可真是井底之蛙。我听你刚才的意思，是想高薪包养我？包养？1个月5万，这难道不算包养？他长相好看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这身打扮看着价格不高，应该是个小中产，和上流圈子没有交集，只是太适合作为脱离剧情的人选了。什么剧情？没事，我可以包养你。什么？不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愿意和我相处试试，我可以加钱。加钱？看来在宋小姐这里是没有钱办不了的事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以后随时联系。霍南生律师，名字真好听啊！哎，等等我。你们相亲网站也太不靠谱了！我在这等了半天都没个女的出现。那个男人有钱都买不了吗？这是什么道理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是我们的展出款，只做艺术展示，不对外出售的。这算哪门子规矩啊？搞饥饿营销是吧？这里面的零头都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你一个破服务员在这装什么？开个价就是了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真的不是钱的事。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儿跟本小姐放肆？你怎么能这样？白妹，你在干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我那便宜姐姐吗？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？你干别的我管不着，但你打人就不行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在这儿多管闲事装好人，你婚都结不了了，还来逛珠宝店干什么？真是丢人现眼。那也比你泼妇骂街强。帮我把那根展出款项拿下来，我要试戴，没问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抢劫啊？你有病是吧？有我在，别想再对他动手。你真是个不识趣儿的，凭什么我有钱买不了？凭什么他身上没多少钱就能试戴？从小呀，爸就不给你钱，现在呢，你名下所有的卡都被停了，就算你试戴了，也买不起。别人有奶就是娘，你有钱就是爹了呀！你亲爸听了该多伤心啊！白梦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一样姓宋，害我丢脸，看不打死你！你再这样，我可就报警了。监控可是录下你在这作妖的全过程。这以前打得满手烂反口的死，怎么变得牙尖嘴利？你这种喽啰还不配跟我说话？去把你们老板喊来，得罪我这样的大客户，看他不把你给开了！宋小姐就是我们店里的老板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是老板？哼，那又怎样？
宋家所有的产业都是爸爸的，而我也是爸爸的女儿，所以说珠宝店也有我的一份儿。也就是说，我也是你老板。歪理。我不管，今天这条项链我要定了。而你如果不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让你失业。谁告诉你这家珠宝店是宋静之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这家珠宝店是我母亲生前留下来的，跟你的继父没有半点关系。这家店的任何事情他都管不着，所以今天这根项链只认真正的宋大小姐，而不是一个小三带来的便宜女儿。你要是敢继续闹事的话，我将江城所有人都知道，你白梦月不过就是一个狗仗人势的泼妇。等你名声烂透了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如白美和所愿嫁入豪门。如果再有闹事的话，直接报警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有必要的话去验伤，记得让他赔你那1巴掌的医药费哦。贱，你以为你能得意下去吗？根据剧情，以后有你好受。哎，婉柔，我在这里等你1天了。你等我做什么？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们2个和好吧，婚期照旧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们2个可是从小青梅竹马，以后结婚生子，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？可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没答应，就为了那一点点小事，你就要跟我分手吗？小事，在你心目中，我被你妈当众羞辱是小事。我妈那就是心直口快，你又何必跟她计较呢？那林诗诗呢？我没有答应她的表白。但你很享受跟她暧昧的过程，不是吗？而且我在你心目中不过是家世与你相当，又愿意舔着脸去爱你的最佳选择罢了。你并不爱我。我怎么可能不爱你？你爱我，你爱我就不会纵容你妈羞辱我，你爱我就不会明知道我跟家里关系不好，还利用宋氏联婚炒作，故意抬高贺氏股价。你爱我就会跟林诗诗保持距离，你廉价的爱让我恶心。以前受那破剧情的影响，一直窝囊的活着，现在觉醒，总算能痛痛快快骂一顿。难道我们剧情输送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，原剧情里贺生一定拉不下来玩，更别提说什么爱我之类的话。哎呀，我怎么就给忘了？小姐在吗？进来。小姐，最近很多烦心事吧？我这老婆子也没啥能帮上你的，这个你收着。何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夫人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在身边伺候，到了宋家以后，真是看到您长大。何妈，您别哭，你的日子好苦。这么小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，别人说你丢脸，满脑子都是男人。可我知道你只是缺爱啊！你跟贺少爷分手的事儿闹得那么大，以后老爷更不在意你了。我这卡里面有10几万，我知道在你眼里不算什么大钱，可我无儿无女的，也用不着，你就收着吧。我真用不上。就当我收下了，但您先收着，帮我保管好。好。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关心我、在乎我的人，我就绝不能再过上原剧情那种日子。你合作对手不简单，可得小心点儿。哦，哎，后少，你这也太专业了啊！等我啊。后少，我没看错吧？你在对着手机笑啊？是吧？这也太吓人了！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啊，谈恋爱？不对，
你怎么可能谈恋爱呢？在我们兄弟里头，你可是出了名的万年单身狗啊！就连我妈都怀疑你喜欢男人，叫我离你远一点呢。我就算是喜欢男人的话，这眼光也不至于差在哪吧？啊，你这反应，不会真谈恋爱了吧？哎，没有，还在了解阶段。那就好。你要是真谈了，那我妹可要哭晕了。不过，到底是哪家的精英女律师，还是千金大小姐啊？居然能让你霍少有兴趣进入了解阶段啊？宋家。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宋婉。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，我也没想到你真的会约我。这个你上次忘了拿。宋小姐，我不是傻子，你很蠢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真的要的是钱的话，恐怕以你宋家大小姐的身份，这5万块钱未免不够吧？不是，这个钱跟我家没关系，这个是我出国留学的时候。我并不担心钱的来历，我要的也不是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。我相信我们相亲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我不会要你1分钱。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，不太习惯一上来就谈恋爱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作为朋友相处一段时间试试。宋小姐，你觉得可以吗？相亲，可明明网站来电话说我没赴约，看来我是阴差阳错结婚了别人的相亲对象。是吧？还有顾虑？没有顾虑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疯了，简直疯了！静之，你别生气，可能婉柔是闹着玩的。可是姐姐才刚和贺家闹翻，现在又马上有了男朋友，确实不太合适。也是哈，她当初为了贺生都跟家里闹掰，这咋又突然说不嫁了呢？你看这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朋友，哎呦，这事儿要是一传出去，我们宋家的脸往哪儿放呢？哎，这个婉柔也太不懂事儿了。宋家人的脸全被他丢光了。宋婉柔，这是你自找的，这下你不可能再找到比贺家更强大的联姻对象了。休想再碾压我女儿一点！这次做的不错，我会说服贺氏给你们注资的。那就提前谢谢诗诗姐了。不谢。你凭什么让琛哥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？都是你阻碍了我的幸福。宋婉柔，这次我一定让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身败名裂，百倍偿还我的痛苦。别打我！我今天必须打死这个死贱人！干什么？大清早就来找茬？你还好意思说？盛婉柔，你在外面勾引野让人，丢尽我们后家的脸面！婉柔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唉，你们这一句那一句的，不就是想说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的事吗？我跟贺生都已经分手了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可琛儿他说过一定会娶你的，你名义上还是我贺家未来的儿媳妇，你现在搞这么一出，让我们贺家的股市跌了不少。婉柔，你就不要狡辩了，认个错，或许琛哥还能原谅你跟别的男人约会这件事。我背叛贺生，我看你们现在这放荡的模样，更像是联合贺生一起背叛了我吧？你什么你？你能是贺生的红颜知己，我就不能有正常的异性朋友了吗？你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不信我吗？琛哥，你别听他狡辩，我这有证据。宋婉柔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好啊，真是个水性杨花的东西啊！我水性杨花，那你怎么不说你儿子招蜂引蝶啊？哼，你这个没规矩的死丫头，你妈是这样讲你说话的吗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丢了我们贺家的颜面，我还没给你算呢，你还好意思给我顶嘴？婉柔，人家思思，林思思，要不你解释一下你手上的照片怎么来的？
这个是偷拍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的照片交给媒体，加油添醋的宣传。你倒是好手段啊！到底是谁令你贺氏名誉受损，股价下跌呢？你胡说！我可没胡说。那照片确确实实就是从你手里扔出来的，里面还有不少媒体都没有的图，你还怎么解释？林诗诗，你想嫁豪门有很多种方法，可你偏偏用了最下作的那一种。陈哥，我一直很努力，想成为婉柔最好的闺蜜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误会我。别演戏了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给我扣黑锅，那我现在承认，我确实有新的恋爱对象了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和你提分手之后，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，现在正在热恋当中呗。你好大的本事，竟然无缝现金！你疯了吧？怎么感觉忽然间你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婉柔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故意来气我的，对不对？陈哥，放手吧，你身边还有很多人值得你去爱。你给我滚！放，贺生，面对现实吧，不要再互相折磨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婉柔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日子吗？你听不懂吗？我不爱你了，你放开我吧！开我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过去倒贴我，现在给我装什么？看吧，你并不是真的爱我，你只是不甘心。今天这巴掌就当我还给你的，不管那些事情有没有发生，我都不愿意再经历了。我要跟你分手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女人还真是善变，前些天还爱得发疯，现在跟精神失常一样。申哥，你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他也太不知足了。申哥，别伤心，我会陪在你身边，一直对你好的。我居然真的能跟贺成成功分手，看来还是有办法脱离剧情的。看来剧情已经在我努力之下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改变。哎，怎么有只小狗呢？看着不像流浪狗，还有个铃铛，应该是跟转走丢了。不说，吴领导，哎呦，来啊！你怎么不戴眼镜啊？不好意思，道歉有用吗？你知道我身上这件衣服有多贵吗？你并没有受伤，你身上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哟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？原来是宋家大小姐啊！这是你的狗？是不是我的狗跟你没关系？撞到你是我不对。你手上码多少？我把钱转你。本小姐缺这点钱吗？宋婉柔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被所有人抛弃还被甩掉的恋爱脑。就你这点破事儿，全江城的人都知道。脑子有毛病，我建议你去看医生。我只是撞了你一下，你怎么就人身攻击起来了呢？既然你不缺这点钱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喂，你走可以，把这狗留下。你要干嘛？这不是你的狗吧？我看是流浪狗吧？这狗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，这里可是豪华住宅区，是不允许流浪狗进入的。我必须要告诉物管。这不是流浪狗，只是跟主人走丢了。没人看的就是流浪狗，流浪狗就要人道毁灭。你怎么能这样说？狗也是有尊严的。真可笑，一个没尊严的女人，在这给一个破流浪狗讲什么尊严？把狗给我。是您的狗吗？没错。哎呀，宝宝乖，哎呀，奶奶不好，小心把你弄丢了。喂，快回去吧。喂，臭老太婆，赶紧把狗给我！小姑娘，凭什么给你？这是我的狗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无理取闹！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你们别不识好歹！你说谁不识好歹？霍老太太，李丫头，平日见你是一副温柔乖巧的样子，没想到在外边还有另一副面孔。霍老太太，不是的。
我不知道那是你的狗。你不用解释，刚刚你非要从这小姑娘手里抢宝宝，非要送去人道毁灭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不是，是因为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霍老太太，都是因为他撞了我，却不知悔改，所以我一时心急才……不用说了，这个丫头啊，可比你乖巧多了。你倒是心思歹毒啊！我今天这事儿啊，我必须得跟你哥说说，就说你在外边蛮不讲理的惩罚。小姑娘，谢谢你啊，帮我找回了宝宝。小姑娘，就算我老太婆啊欠你份人情，以后有啥事啊，尽管来找我。小姑娘，我们算是有缘，来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啊，常来我这看看宝宝。您是江城霍家的掌权人。小姐啊，我听说你跟那贺少爷彻底分手了。没错，你千万不能心软了，他都伤害你多少次了。好吗？别担心我不会再犯傻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了你别不高兴啊。你这么聪明又漂亮，肯定能找个更好的。我有时候觉得您是这个家唯一在意我的人呢。小姐，他们只在意我有没有顾全大局，有没有给宋家丢脸。我说要嫁的时候是，我说要分手了也是。可老爷还是很关心你的，毕竟是亲生骨肉嘛。我知道，但他们更关心白美和跟白梦月。自从上市以后，再也没有收到过贺成的信息了。但我似乎并没有很伤心，甚至感觉整个人都舒坦了不少。虽然有些事情按照梦里的走向发生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自打那霍律师出现以后，剧情整体的大方向确实发生了转变。唉，一切都似乎变得不一样了。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得拿下。上次的事儿没给你造成什么影响吧？没，反而让我彻底摆脱了渣男。那你可得请我吃顿好的，毕竟你还赌上了我的命运。哎，你可别碰瓷啊！上次那照片都没看清楚你长什么样子。你这会儿可断的是一干二净了，真的一点都不后悔。网上可都说了，你跟那个贺生可是很多年感情。怎么啦？吃醋啦？瞎说什么呢？说一点都不伤心是假的，但是比起爱情，我更想要自由和快乐。自由和快乐？没错。如果早就能预料到未来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会过得很难熬，会失去自我，变得哀怨又负能量的话，那我为什么不果断离开，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呢？你可跟我认识的那些富家千金不太一样。哟，看来我们霍大律师认识不少富家千金啊。做我们这行的，认识几个有钱人很正常。差点就露馅。宋婉柔，你以后要变得更自由、更快乐！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你要娶婉柔？没错，我想跟宋家联姻。宋叔叔，我是真心喜欢我的妹妹的。你不介意她刚分手吗？不介意。在订婚宴那天晚上，看到婉柔妹妹，我就觉得她美若天仙，气质优雅。那个王少东之所以想跟我们宋家联婚，是因为王家在江城四大家族处于最低端，他跟我们联合只不过是想提高身价罢了。那可真恶心啊！嗨，你爸呀还想着你跟王少东交往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我白美和的女儿嫁给霍家也不为过。那当然，哎，听说你王少东是个混蛋，爱出轨，还有家暴倾向。那不就得了？他又不是想娶你，他想娶的是婉柔那个小贱蹄子。我刚走出分手的阴影，不打算那么快考虑订婚的事。没关系，我会等你的，宋小姐。下次这种事情不需要找我出来。好像这孩子从小就倔。没关系，
前面的瓜不甜，婚姻这事啊，还得两情相悦。哈哈哈。呵呵，姐姐装高贵，等着吧，有机会一定整死。有什么事吗？怎么想起主动约我了呀？没事就不能约你出来坐坐。你找这地方倒是别致，平常没少约女孩来这吧？凤小姐，我合理的认为你是在试探。试探什么？试探我喜不喜欢你。我这次约你出来，其实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正式追求你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真的好坏坏哦！哟，这不是宋大小姐吗？这对狗男女现在都光明正大搞到一起。那我们的关系不是要友好打招呼吧？婉柔，我俩不是最好的闺蜜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这是交了个帅气的新男朋友？我们的关系轮不到你过问。哼，你这男朋友看着是挺帅的，但是浑身上下一股子穷酸味。我看他浑身上下加起来都没我家春哥一条领带贵。婉柔，你不惜一切代价跟我分手，就是为了他？宋婉柔，你眼光真是越来越差劲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真丢人！随便找一个没钱没势的男人，说的跟你有钱有势似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也只是普通家庭吧？现在车上鹤生呢，就开始把这当豪门了，真是拜高踩低，见利忘义。你虽然出身豪门，但他恐怕是一辈子的收入都比不上鹤氏半年的营业额吧？那也比你勾引别人男朋友不知廉耻的好吧？我的朋友他是名律师，正当职业，为许多人伸张正义，打抱不平。而你们呢，身边极世界，一个身无长物，都快30岁了，都只能对母亲言听计从；另一个毫无道德底线，为了几个钢镚就勾引闺蜜男友。这么对比起来，男生可真是万里挑一的好人啊！就算他没有1分钱，我也喜欢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春哥，他吓到我了，还死鸭子嘴硬。春哥啊，可是江城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，而你只是个从小被抛弃的落魄嫡女。够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？就是他们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只接待江城的贵族客户吗？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来？原来是贺少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得罪我们店里的 VIP 驻村客户？你说我是什么人？霍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店里有进来 VIP 客户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事？抱歉，霍总，我马上处理。贺少，今天本店恕不招待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居然因为一个小律师赶我们走？律师？您在说什么？他可是我们店里的大老板。是他未必不是霍氏集团的专营产业吗？你是霍家人，而且你这个年纪，难道你就是那个神秘的霍氏继承人？这事真的是草率了。为什么不先调查一下霍男生的家庭背景啊？怎么，贺少，是对我的身份不满意吗？都怪他长得太好，完了，这下惹了不该惹的。据我所知，你们贺氏今年最大的订单就是拿下我们霍氏。对不起，霍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原谅。霍氏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一切好事都被宋冉人碰上？
现在还是我上个。来，过去。什么是你？你来这做什么？你不配和男生哥哥在一起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大哥和男生哥哥是室友，我和男生哥哥10几年的情分，不是你来破坏的。这里100万，拿着，离开男生哥哥。李小姐，不是我多嘴啊，全世界都知道霍南生是霍氏继承人，你给这100万未免也太少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没钱就不要来我这撒泼。况且我再不济也是宋家嫡女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缺这100万？不要再来骚扰我！你这不识好歹，郑婉柔。李小姐，你别急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也讨厌宋婉柔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相信你也想要治一治她吧。今晚是你们李家饮宴。这可不太好吧？她可是你姐姐。姐姐？那你还想让她离开霍南生吗？或许你会在昨天里。是李家饮宴，有人在我酒里下药。不对，这段在原剧情里似乎也有出现过，梦里也是有人在我酒里下药，因才让我被送到贺成房里，这才敢结婚，加快了我跟贺成结婚的进度。可我跟贺成已经分开了，他这次并没有参加李家饮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很快你也是我的人了。啊！你干！放开我！我让你管清口，我让你拒绝我。别在这里给我装清纯，碰到霍家的少爷还不是不要脸的贴上去。金华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我看你是想死！出去，抱歉。不过什么？都是你染到的事，我已经让李恒把你带回去审问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有蹊跷。我认识的李然从小心性奔放，他不可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。说，还有谁参与的这件事？我，你休想知道。先给他完了再说。要不要我帮你解决？我自己能对付。你给我跪下！就是他给我下的药。宋婉柔，你太过分了！以前本以为你只是不满二姐，没想到你如此恶毒。姐，你为什么要给我下药啊？要不是王少东救了我，我现在还指不定躺在谁的床上呢。我以为我嫁到宋家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婉柔啊，想不到你心里有这么多的不满。你这话说的精巧，明里暗里都在给我安排转动机啊！宋婉柔，你还敢顶嘴？但是你作为长姐，也不该害自己妹
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臭阿姨来呀？你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药啊？好温馨的一家人啊！像这样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你再不，爸，算了，这件事我也有错。而且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让这种人欺负。宋婉柔，妈，我只知道你性格孤僻，亲情淡漠，我就对你稍加管理。没想到你给妹妹都亲自下药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就是你影响家庭和睦，知道吗？对，太过分了，你不应该欺负二姐。你笑什么？我问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无情无义，笑他手段廉价，笑他阴险恶毒，而你认贼作母。你瞎说什么？白美和偷别人丈夫，抢别人儿子，还不是贼吗？还有你，宋婉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妈在生你难产的时候，爸还在外面跟白美和厮混呢。你胡说什么？啊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哪敢否认？从小把我送去寄宿学校，不就是希望不要乱说话吗？什么意思？他给我洗脑，要我保护你，照顾你的感受，要我不许提妈是难产而死。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爸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白美和以前是你的秘书，为了钱跟自己丈夫离婚，跟你厮混在一起，后来还无耻到想将自己的女儿改姓宋，真恶心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！你们所有人都休想再伤害我，这些话都是小时候妈告诉我的，而你就是间接害死他的凶手。宋婉阳，亏你还天天亲切的喊着白美和小妈，还帮着你的二姐呢，帮着小陈欺负血亲，你倒是做得出来。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，你别想再冤枉我。你要是继续闹，我不介意让你演出来，当着全世界的面，把事情真相说得清清楚楚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剧情怎么？二柔啊，怎么还想要打我一顿了？啊，爸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在妈眼里啊，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可是我和你妈曾经也是相爱的，只是时间磨灭了我们的感情罢了。那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。自从我认识你阿姨之后啊，我就在你阿姨身上看到你妈的那么的温柔漂亮，没有一点心机。所以从那以后啊，我就想给她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家。但是我又担心你阿姨会说我偏心自己的亲闺女，所以这么多年，我更在意她女儿的感受，没有给你足够的爱和关心。即使没有关怀，也不至于小时候就把我送去寄宿学校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经常见你，那是因为你长大了。每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妈的影子，觉得愧对于你，心中有愧，所以做了对我伤害更大的事，是吗？你要不是这样做，我未必会一直沉溺在贺琛给那丁点温暖里无法自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爸的错，是爸的错。算了，不聊这些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宋氏集团有一半都是我妈给你打拼回来的。什么？那个小贱人要回宋氏？哎呀，你小声点。之前做的那个梦里，关于宋婉柔的事儿一直都是准确的，可为什么自从她和贺琛退婚以后，就出现了那么多没发生过的事儿？妈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宋婉柔跟静之提的，静之觉得内疚就答应他了。这事儿呀，我也是偷听到的。妈，那可怎么办呀？那个小贱人要是回了宋氏，她可就越来越嚣张了。
我最近发现这死丫头好像改变了不少，没有以前那么蠢了，不好对付呀。不过爸那么讨厌她，估计也就是挂个闲职，掀不起什么风浪来。哎呀，你用点脑子吧，他爸再怎么讨厌她也是嫡女呀，怎么可能安排一个闲置位置给她呢？依我看呀，应该是设计部经理这个位置。什么？他岂不是要压我一头？而且他现在跟他爸的关系也有些缓和了，他要是回到公司有所作为的话，再爬到管理层，那么就对我们以后掌控宋氏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个贱人就是碍事儿。我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他。啊？你也为宋氏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明明我才是设计专业出身，凭什么我不能进公司，反而姐姐可以？你是服装设计，又不是珠宝设计，算什么专业对口？你怎么能说的好像我死皮赖脸要进公司一样？我也是为了宋氏好啊，我是怕你做不好，我也是想为了爸爸分忧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好闺女啊。我知道您就是偏心，姐姐是您的亲女儿，我不是。哎呀，沐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们怎么能跟婉柔比呢？婉柔是嫡女呀，你只不过是我带过来的拖油瓶。哎，算了，你还是找个好男人嫁了吧，相夫教子，别跟姐姐争了啊。别干了，沐月啊，他怎么说也说的是专业对口，你呢就给他一次机会。没什么好争论的，爸，您就出一道题，考一考他们俩谁更适合不就是了吗？好啊，比就比，我辅修过珠宝设计，不可能赢不了姐姐。既然要考，那就回公司当着所有的面展示自己的作品。2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之前让你们设计以爱为主题的吊坠，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当然已经设计好了，我的也设计好了。本色衣服的是宋家大选题吗？那其实哎呀，上百个展示，选群中国是大人7位，都是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董事长以直播搭建大小姐，跟着梦叶小姐。爸，这是我的设计图纸。哇，这不愧是名校毕业，技巧极佳，用料上乘，这都能拿去做展览了。这次设计以爱为主题，我使用了爱心图案，搭配钻石材质，代表永恒的爱。沐月啊，这次设计的的确不错。谢谢爸。爱不该是小众的，也不是价值连城的。我用星星围绕着月亮的图案，代表爱是守护与陪伴，而且材质选用的是蓝宝石，更贴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。太牛了，这真没学过设计的吗？我不信，这简直就是大师水准啊！这次设计部经理的位置就属于你了。上次照片上的那个就是霍家的一个珍贵的种苗。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。当初我就说陈曦那个女人就是一个勾引男人的贱蹄子，嫁给了施金枝还不够，还让我老公对她念念不忘。没想到她的女儿也是个贱人，用了我们霍家的颜面，竟然还攀上了更高的高度。不仅是这样，他要求他爸回宋氏上班，跟我女儿抢设计部的经理位置呢。怎么会这样？施金枝不是一向护着孟月吗？说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呀！这个小贱人不知道发什么疯，把以前的事儿一股脑跟婉阳说，然后还在他老爸面前大吵大闹，博了好一番同情呀。宋婉柔想必是要进入后室了。我暂时也想不到拉他下马的办法，但是我看到他得意的样子，我就恨，我恨不得他去死。倘若他再攀上霍家，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。我绝不允许他在婚事上再压我女儿一头。这事我能办成。我和霍太太是旧识，只要我上去说两句，可以毁了那个小嫡子的婚姻，不是难事。